35道纯白色的光柱以极快的速度覆盖了整个冯奇亚大陆，并在快速贯穿。35道20级天道炮吞噬着一切，山峦没有崩塌，而是从山巅到山脚，逐寸逐寸的淡去、透明、消失，仿佛他们从未在这片土地上隆起过。城池的轮廓瞬间归无，从万丈高空俯瞰望去，35道汇聚在一起的炽热光柱形成一道覆盖整个冯奇亚大陆，并且快速扩张、绝对平整的灰白色虚空，正朝南侧快速推进而去。沿途的防线山脉在尽可能的阻挡，但才堪堪将一道光柱耗尽，紧接着又跟来一道。这个过程仅仅持续了数十息，但数十息过后，冯奇亚大陆已变成一片极其平坦的荒原。而此时，冯奇亚大陆之主早已经身子彻底瘫软，艰难地握住非洲栏杆，让自己不至于狼狈倒地，近乎绝望地望向陈凡。疯子，疯子！冯奇亚大陆足足有数十亿人，你怎么敢？紧接着，冯奇亚大陆之主突然笑了起来，随后眼神变得有些呆滞的将手指塞进嘴里。冯奇亚大陆之主，这个曾经冯奇亚大陆呼风唤雨的人物，此时俨然已经疯了，彻底失了智。至于非洲上的其他手下，纷纷对视了一眼，眼眶通红，怒吼着齐齐跃出非洲，朝陈凡杀来。陈凡老狗，拿命来！非洲所搭载的炮塔也开始伸出准备器，然而，轰！数发式神炮轰出去后，这个非洲在空中化作一个火球解体，残骸坠入大海。陈凡面色淡然地从瘸猴手里端过一盏茶，轻抿了一口后才开口道：“麻烦你们放出话去。这座大陆此后由梵域接管，更名为挑衅者大陆。”周围一众大陆之主此时面色看起来并无波澜，但内心早已经泛起滔天巨浪。随后立马反应过来，这梵域的手段如此强硬。见状，以撒哈拉大陆之主为首，一众大陆之主自报大陆坐标，表示要和梵域交好。片刻后，一众大陆之主纷纷散去，各回个家，只留下了一座空空如也的挑衅者大陆。瘸猴，让梵域后勤阁多派点人过来，清理一下这座大陆，看看有没有什么残留什么东西。让魏巍也过来，他寻宝有一手。这座大陆将会是我们第3座大陆，在此建立一个梵域巡航导弹基地。就在这时，狱主传音符里传出一个商阁族长的激动声音：“我们在暗阁成员跳海处找到了他们几人尸体，他们运气很好，尸体没有落入浅海区，未被鬼物啃噬。”做得好，带回崎岖岛，和张太平一同葬入岛内。明白。战争持续的时间极短，只有数十息，但战后清点工作就极其耗时了。一旁的王奎汇报着这次的鬼石消耗和梵域剩余的鬼石储备。在听完王奎的汇报后，陈凡轻揉着太阳穴，有些头疼道：“我会想办法的。这场仗打没了他700亿枚鬼石，而梵域的鬼石储备已经完全不够再进行一场战争，何况还要应对2年后雷雨海域所释放出来大批鬼潮。不过好在这次一移地了冯奇亚大陆后，大陆上还遗留着大量鬼石，只是在一艘艘携带腐蚀雕塑的非洲开始起飞，准备收刮散落在大陆上的剩余物资时，一道消息传到陈凡耳里：大陆上确实有不少残余鬼石，但腐蚀雕塑只能拾取击杀鬼物所掉落的鬼石，这座大陆上的鬼石腐蚀雕塑无法拾取，拾取工作将是一个难题。新大陆那边原本携带腐蚀雕塑准备起飞的非洲又落了下来，开始带着大批后勤阁成员赶来。腐蚀雕塑拾取不了，那就只能用人力了。唉，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得拾到什么时候去？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低吼声后，他转头望去，是魏魏通过传送阵来到甲板上，灯笼大小的眼睛里正满是焦急。怎么了？陈凡忍不住笑了起来。吼吼！魏魏有些焦急的再次低吼了几声，爪子在空中快速比划着。你是说让寿阁去拾取鬼石？吼！魏魏重重点头。你行吗？陈凡面色古怪的望向魏魏。这事儿无论是异兽去干还是后勤阁去干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消耗时间的事情？行，这就给你开放传送阵权限，把你手下叫过来吧。下一刻，船舱内的传送阵亮起，紧接着船舱顶部被瞬间掀飞，一个巨大的蛤蟆突兀出现在非洲上，将非洲都往下压了3尺。药王谷的吞金蛤蟆，陈凡面色更加古怪了。这头蛤蟆是个老熟人了，原先药王谷的正宗异兽，后来随着药王谷一同加入梵域，倒是不知道已经被魏魏收入麾下了。只见魏魏低吼一声，吞金蛤蟆瞬间跃在高空，重重落在海岸线上。下一刻，只见这头吞金蛤蟆蹲伏在海岸线上，宛如一座活过来的墨绿色山峦般，张开血盆大嘴，深吸了一口气后，附近数万米的鬼石全都被其吸入腹中，再吐至一旁，形成一座小山。这家伙还有这手段呢？陈凡微微一愣，但很快又反应过来，只有一头也不够啊！微微斜了眼陈凡，灯笼大小的眼睛带着一丝得意，随后再次低吼了一声后，只见传送阵开始不断闪过白光，1头、2头、3头，越来越多的吞金蛤蟆被传送过来，加入战场。永夜大陆有这么多吞金蛤蟆吗？啥意思？你是说很多都是今年生的？这么能生？挺好。陈凡默默地望向那群吞金蛤蟆，不知不觉，这个曾经还是药王谷吉祥物的蛤蟆已经子孙满堂了。他都快忘记这个建筑了，但这群异兽显然没忘记这个建筑。挺好，好吧。陈凡望向趴在一旁魏魏，眼里那副正等待被赞扬的期待，忍不住笑了起来，拍了拍其脑袋。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魏魏将寿阁管理得很好呢，给你记一功。
吼！魏魏兴奋地低吼了一声，尾巴在甲板上不断拍动着。事情告一段落，而陈凡则是通过传送阵先回永业大陆。2天后，樊玉第一次春考会正式结束，到时也是接榜日。另外一边，在回大陆的途中，好猫大陆主收到了2则消息。第一则消息是，樊玉的那几个跨海域通天柱确实精准轰到了好猫大陆，但因没有精准坐标的缘故，都落在了沙漠上，并未造成经济损失和人亡损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好猫大陆之主很开心，只觉得心中郁气都散去了不少。樊玉白白消耗了大量鬼石，但却没对他造成一点损失。但紧接着，他就收到了第2则消息，仅仅数十息的功夫，冯奇亚大陆就被陈凡用20级天道泡沫停，并改成了挑衅者大陆，像是在赤裸裸地警告周围所有人，挑衅樊玉的下场便是如此。消息很震撼，好猫大陆之主站在甲板上远眺海边，双手不由自主地握紧非洲栏杆，沉默着一言不发。良久才沙哑道：“传令回去，命下面人准备好100亿枚鬼石，不，准备好200亿枚鬼石。10天内，我亲自带队去新大陆，送上战争赔偿。”在离去前，陈凡看似随意地笑着说了句，希望10日内他能亲自带着100亿枚鬼石的战争赔偿去新大陆。他当时自然当这是句屁话，但现在情况另说了，樊玉的底蕴比他想的更加恐怖。而所有大陆之主在回到自己大陆后，彼此没有任何通信，但却默契地开始准备礼物，准备送份礼物去新大陆。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很快便来到2日后，如今也是樊玉第一次春考的接榜之日。樊城已经人来人往，陈凡正站在石屋内，望向面前的半透明面板上晋升3级大陆的条件。按照目前进度，不出意外的话，当永业大陆保护期结束的那一天，永业大陆便会晋升至3级大陆，这不挺简单的吗？陈凡咂了咂舌，这进度发展的还不错，3级大陆就多少有一点安全感了。少爷，樊城那边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去了。好，我知道了。如今你已经是樊玉行阁河主，不是什么小跟班了。这种事情，让下面的人来告知一声就行。嘿嘿，我喜欢跟少爷汇报消息的感觉。话说，你想不想给自己改个正式的名字？你腿已经不瘸了，有个正式的姓或许好点。不，瘸猴坚定地摇了摇头，也没解释为什么。行，走吧。江北樊城，此时城墙外人声鼎沸，无数百姓聚集在荒原上，抬头望向站在城墙上的陈凡，眼里满是崇拜的，忍不住高吼了起来。良久后，陈凡面带笑意的双手在空中虚按了一下，原本人声鼎沸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站在城墙上的他，声音响彻整个天地间，清晰地传遍所有人耳中。随后，他讲述了7日前商阁州长张太平探索到新岛屿，却在返程途中遇到遭冯奇亚大陆偷袭，不幸殉职。到樊玉调动近1000亿枚鬼石，用天道炮彻底覆灭冯奇亚大陆的事情。紧接着，陈凡又公布了本次军测的榜首万岁，并让其担任了新创立的参谋阁的第1任阁主。而在军测考试中，所有合格的考生都可加入参谋阁。下一刻，樊城高空上空突然浮现出阵阵金色光点，这些金色光点快速形成数个巨大的字：樊玉狱主陈凡钦点，夺得樊玉第1届春考军测榜首者，万岁！赐其天道赐福，蓝色品级1宝，名望谷。所有百姓都下意识抬头望向空中的自己，陈凡也同样抬头望去，这是私塾这个建筑的天道赐福效果。每年大考的榜首都可获得特殊天道赐福，只是没想到这个天道赐福是由他名头发下去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像是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了。蓝色品级1宝，仅比紫色品级1宝低1个级别。这个名望谷此时就在他手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颇为郑重地将这个1宝递给万岁，谢狱主赏赐。身旁老者急忙撩起裤裙，单膝下跪行礼。顿时间，城墙外的一众民众都有些羡慕地望向城墙上那个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听说过也从未见过的一个老者，真正的一步升天，不但直接成为一阁之主，直接跻身于权力中心。一时间，人们突然意识到樊玉春考好像对于普通人来讲是最适合他们的通天路。在高空中金色光点渐渐散去后，陈凡才继续开口道：黑鬼大陆擅长贸易，和多座大陆拥有贸易关系，其中的畅销品便是加速阵盘，可使非洲速度翻倍。但黑鬼大陆在加速阵盘中做了手脚，一旦激活，黑鬼大陆那边便可轻易知晓非洲的坐标。加速阵盘对樊玉极其重要，这种重要的产品不能被外人掐住喉咙。本次阵法考试的题目就是尝试还原加速阵盘，其中一位考生不但完全解构了该阵盘原理，并实诚还原出来，让我们樊玉可以制造自己的加速阵盘，从此不受制于人。他便是年仅17岁的天才少年，阵法榜首800，担任樊玉镇阁副阁主，赏鬼币1000万枚，樊城核心房产1座。紧接着，800有些忐忑地在樊玉成员的指引下登上城墙，先是对狱主行了一礼后，才不安地对城墙外的民众挥了挥手。他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哪怕早已在台下做好心理建设，但此时也同样还是有些怯场。年仅17，浑身散发着青春洋溢的气息。当800登台的一瞬间，台下无数人都疯狂了，尤其是一些少女更是眼冒粉光地挥着手里的手帕，这样的人简直会是所有妙龄女子的梦中情人。而在下一刻，空中再次浮现出金色光点，樊玉狱主陈凡钦点，夺得樊玉第1届春考阵法榜首者800，赐其天道赐福，蓝色品级1宝，万里江山图。陈凡将凝聚在自己手里的这卷画轴递给800，800面色凝重的单膝下跪接过并道谢后，才有些忐忑道：狱主，我想说一句话可以吗？这个不在流程规划
划内，站在后面的瘸猴眉头微微皱起，接榜流程都已经定好的，怎容随意更改？当然，陈凡笑了笑，从怀里掏出一个可以扩声的医宝，递给800。很快，800接过了一个医宝，深吸了一口气后才高吼道：“妹妹，我是800，我在樊城等你。”陈凡眼里闪过一丝疑惑，身后瘸猴快速上前一步，在耳边解释道：“他有个妹妹，在去年大撤退的时候走丢了，此后就断了联系。”陈凡了然的点了点头，但很快又眉头微微皱起。大撤退时不少人都走散了，此后就能很难联系到。这件事情得操办起来，尽可能让所有走散的亲人都汇聚。接榜流程继续，当最后一个榜首接榜完毕后，樊玉第一次春考完美落幕。而这次春考也让永业大陆上的所有民众明白，想升官发财，来春考只要有能力，一步登天。另外一边，护义大陆上，鬼皇95兴奋地从自己院落里跳起来，望向手里巨大的樊玉日报。今日早报的重磅新闻极多，从冯奇亚大陆被灭到樊玉第一届春考结束，一则则重磅新闻，看得他极其过瘾。这就是挑衅樊玉的下场啊！鬼皇95有些得意地望向身旁军师，晃了晃手中的日报，看来是我赌对了。我都说过了，我或许不了解战争，但我绝对了解陈凡。走去看看樊玉成员在海底挖掘的进度怎么样了，送点茶水什么的过去。天气开始变热了，一直忙碌着也怪累的。护义大陆沿海区域，一批批绝地傀儡在海底深处快速忙碌着，而一个个巨鬼则是在岸边来回穿梭着。樊玉这些日子一直安排人挖掘海底的遗迹，这次战争并没有影响到这里。鬼皇95站在那边满意的望向眼前这一幕。就在这时，他隐隐看见天边飞来一艘非洲，眉头隐隐皱起，没有插樊玉旗帜，应该不是樊玉的非洲。他当即一跃而起，以极快的速度追上那艘开始掉头的非洲，巨大的手掌将这个非洲径直握在手里。非洲上的炮塔疯狂开火，但对他来讲只是挠痒痒。鬼皇是鬼皇，一头出现在白天的鬼皇发现了一座被鬼巢所占领的岛屿，坐标位于站在甲板上一个已经抖若筛糠的男人，握着手里传音符，声音发颤的高吼着：“别自挖了！”鬼皇95撇了撇嘴，随手一勾，男人手里的传音符便飞到他手里，被当场捏碎，随后才开口发问道：“哪座大陆的？”这个男人显然没想到遇见的鬼皇没有第一时间杀他，反而在和他沟通，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半晌后才声音发颤的结巴道：“我们是撒哈拉大陆的对外探索非洲。”撒哈拉大陆。鬼皇95从身后掏出樊玉日报，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当日和谈时有几个大陆之主也来了，其中就有撒哈拉大陆的大陆之主。随后才若有所思道：“护义大陆距离撒哈拉大陆的距离这么远，你们的探索非洲都跑到这里了，手伸得够长啊，跟我走一趟。”说罢，也不管这个男人同意不同意，当即带着这艘非洲朝大陆飞去。这批人得交给陈凡，顺便也给他提了个醒，万一其他大陆探索到他们，来打他们怎么办？也不知道能不能问陈凡要个可以使用樊玉旗帜的名义，或者是让陈凡正式将护义大陆纳入樊玉领土，这样就不担心了。敢侵略他们，就是侵略樊玉的领土。他只想在这座岛屿上安安心心养老，每天喝茶看看日报，度过余生，这样就挺好。很快，距离春考已经过去5日了。新大陆上那边传来消息，有数艘来自其他大陆的非洲停靠在距离新大陆100公里外的海域上，申请登陆，名义是前来祝贺永业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其中便有好猫大陆，名义是支付战争赔偿。新大陆1号据点城池的招待室里，各个大陆的大陆之主都极其默契地坐在座位上，安静地喝茶，彼此没有任何交谈。大家都知道彼此来这里是干嘛的，之所以是同一时间抵达，完全是因为彼此约好了时间一起来的，只是时不时会看一眼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在座所有人和樊玉是没有什么恩怨的，唯独这个好猫大陆可是刚被樊玉炮轰过的。这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也是个脾气火爆的人，这次能乖乖前来支付战争赔偿，倒是显得有些意外。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就在这时，招待室的大门被推开，瘸猴走在最前面推开大门，陈凡拄着翡翠手杖走了进来。所有人见状急忙起身，陈凡笑盈盈地走至主位上坐下后，才望向一众人：“都坐，都坐，来到这里就和来到自己家一样，都放松点，不用那么紧张。”黑鬼大陆的蜀国国王嘴角抽了抽，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坐了下来。他这辈子已经很久没有笑得这么热情了。诸位此趟前来时，陈凡明知故问道：“为庆贺永业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特地前来送上贺礼，50亿枚鬼石，小小心意不成敬意。”黑鬼大陆的蜀国国王率先开口。招待室的门口，黑鬼大陆的成员快速上前，单膝跪地在门口，双手举起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几个满满当当的鬼石储物袋，里面所装的都是高级鬼石。其他大陆之主也纷纷开口，贺礼均是50亿枚鬼石，这个数额是来之前就商量过后统一的，大家尽量保持一致，谢过诸位了。陈凡同样笑得很开心，向众人道谢。总共来了9家大陆，其中8家都给了50亿枚鬼石，这就是400亿枚鬼石。400亿啊！原本樊玉的可动用鬼石就只有297亿枚了，如今瞬间又充沛了不少。谁说战争不赚钱的？他怎么感觉好像也挺赚的呢？随后他才将视线移至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身上，故作诧异道：“这位是空手来的？”啪啪啪，这个中年男人二话不说拍了拍手。很快7、8个男人端着托盘跪在门口，随后才起身，面色认真道：“这是200亿枚鬼石的战争赔偿，旨在消除2路之间的恩怨。还有樊玉轰向好猫大陆的通天柱，均落在沙漠上，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你意思是我轰的不准？”“不是不是。”中年男人原本正绷着的气势瞬间软了下来，急忙摆手道：“我的意思是2路之间没有人员
伤亡，好猫大陆不会因此记恨樊玉。这样啊，陈凡顿时笑了起来，误会了，误会了。不过我当时说的战争赔偿是100亿枚鬼石，你这里是善意。中年男人面色凝重道，这是来自好猫大陆的善意。除此之外，他再次拍了拍手，又有一个好猫大陆的男人单膝跪在招待室门口，双手高举着一个托盘，上面的鬼石储物袋显得沉甸甸。这个鬼石储物袋里所装的是本次贺礼51亿枚鬼石，本次共计送上251亿枚鬼石。除此之外，他又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做工极其精美的盒子，放在桌子上，推至陈凡面前。这里所装的是2级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的全部条件，好猫大陆花费大代价所得。这片海域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大陆并不多。话音落下，周围一众原本就已经面色复杂的大陆之主纷纷面色微变。当视线落在那个盒子上后，眼里忍不住闪出一丝贪婪。这个盒子里的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倘若是真的，不少人内心开始思绪翻转，或许他们得去找好猫大陆问一问了。众人齐齐望向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先是不解，后转疑惑，直至变得有些释然。好猫大陆将事情做得太绝了，释放出的善意有点太多了。陈凡面色平静地看着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中年男人，今天给了他不一样的感觉。上次见面还是一个仗着自己是老牌2级大陆的大陆之主，喜欢用前辈的口吻说话。这次见面，姿态放得极低，诚意给的极足。不知为何，他内心里突然涌起一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立刻摧毁好猫大陆的冲动。这种转变极大的能屈能伸，让他感受到一股极强的威胁感。倘若心怀恨意，那在若干年后，一定会在樊玉最脆弱的时候给樊玉致命一击。太能忍了，不是什么好事。中年男人从陈凡那看似毫无波澜的眼睛里，看见了对方在思考，在思考什么？他诚意都给得如此知足了，对方还能在思考什么？隐约间，他脑海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有些略微急促的开口沙哑道：“纵观历史，这片海域里从未出现过樊玉这种崛起如此之快的势力。我相信陈玉主，你的未来不在这片海域，在更远的3级大陆，在更远的战争泥潭，在更远的4级大陆之争，乃至彻底结束这片永夜。而我如今所做的，仅仅只是为了消除双方大陆的恩怨，并无他意。”招待室内突然变得极其安静，只有若隐若现的呼吸声。招待室大门敞开，数个端着托盘的男人单膝跪在门口一动不动。屋内的都是各个大陆最巅峰的大佬，可以说这个招待室里的人一言一行便可决定这片海域的走向。他们自然难免有些紧张。良久后，陈凡突然笑了起来，对方表现得有些过于顺从了，顺从的让他有些害怕，看起来像是一个长胆的人。他害怕长胆的人，这种人必须立刻清除。但他还是笑了起来，起身走至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身后，将其按在座位上。不要将气氛弄得这么紧张嘛，放松一点，大家和和气气的。我当时也确实有些口无遮拦，在这里也和你表达下歉意。这251亿枚鬼石，你带回去100亿。当时说的是100亿枚鬼石，我就只拿100亿，多一枚不拿。随后才在其耳边轻声道：“回去后别有动作。我这人胆小，你别吓到我，吓到我就不好了。”男人没有讲话，只是有些过于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不知为何，同为大陆之主，但他在面对陈凡时，总有一股气场被碾压的感觉，后背已布满冷汗。我就说我看人很准的吗？陈凡再次笑了起来，站在男人身后，拍了拍男人的肩膀，才望向所有人：“我还有点事，就不陪各位了。后面有人带大家参观新大陆，如今诸位已经站在这座大陆上了，多参观参观。对了，就在这时，陈凡突然一拍脑门，像是刚想起了什么，把人带上来。很快，数个樊玉成员带着几个被卸甲赤手空拳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些男人身上没受什么伤，但面色好像有些惶恐。陈凡望向撒哈拉大陆的大陆之主，笑着道：“这些人说自己是撒哈拉大陆的外出探索非洲，不小心探索到我们樊玉的另外一座大陆护翼大陆上去了。你看看是不是你们的人？”这几个男人在看见自家首领的一瞬间，顿时眼眶通红的跪了下来。撒哈拉大陆的大陆之主有些面色凝重的起身道：“是我的人。行，那没事了。”陈凡笑着摆了摆手：“我就先失陪一步了，告辞。”说罢，陈凡才朝招待室大门走去，很快便消失在众人视线中，只留下一众大陆之主纷纷沉默着，一言不发。什么意思？樊玉除了新大陆和永业大陆，还有他们不知道的第3座大陆护翼大陆，如今又多了一个挑衅者大陆。你们樊玉到底几个大陆啊？不知道的以为你们樊玉是3级大陆呢。请留在招待室内的瘸猴面色平静地望向众人，在下瘸猴，樊玉行阁阁主，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参观。众人纷纷对视了一眼，随后才很快起身，脸上带着笑意跟在瘸猴身后。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也是长松一口气，不经意的低头抹去额头汗水后，才急忙同样笑呵呵地跟在瘸猴身后。他当然知道陈凡刚才在敲打他了，而且他是真怕了。陈凡身上的气场说不好喜怒无常，更像是看似笑盈盈的跟你讲话，其实已经开始在思考接下来的军事调动了。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不要招惹，保持安静。不久后，这趟贺礼之旅结束了，一众大陆之主没有久留，而是纷纷登上了自家非洲，和瘸猴告别后离开了新大陆。而已经回到永业大陆，站在江北防线上的陈凡远眺海面，轻声笑着：经过这一战，接下来的2年，樊玉可以安心发展了。2年后晋升3级大陆，当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的时候，一切宵小，均是虚妄。时间慢慢流失，樊玉的发展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战争结束了，樊玉终于重回正轨。另外一边，挑衅者大陆大批的樊玉成员和异兽正在这座被抹平的大陆上忙碌着，而在海岸线上，后秦阁成员正乘坐非洲上，在沿海区域快速低空疾驰着。老大，听说3日后的葬礼，
你也被邀请了。甲板上，一个后勤阁成员正面色羡慕地望向坐在一旁摇椅上的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摇椅上的中年男人抿了一口茶后，才忍不住轻笑了起来。好好干，过上个4、5年，你就也有我这资历了。3日后，樊玉将在稀有岛屿崎岖岛上举办一场葬礼，为探索到这座岛屿的功臣张太平，以及死在冯奇亚大陆上坠崖跳海而死的暗阁成员等一行人送行。老大，这个年轻男人沉默了许久后，突然有些面色复杂的开口道：“我想申请调离后勤阁，我想去商阁，我想立功，我想成名。我在后勤阁看不见立功的希望。外宣阁那边已经登报了，讲述了暗阁7人在冯奇亚大陆为不被活捉让樊玉受制，主动坠海身亡的事迹。标题是暗阁7雄。我想，如果我加入暗阁或者商阁，活着有机会建功立业，死了也有机会成名。但若是待在后勤阁，或许一辈子就这样了。”躺在摇椅上的中年男人偏头望向其眼里，虽然写满了对未来的茫然，但又散发出一丝坚定。上扬的嘴角微微逝去，半晌后才轻声道：“也罢，若你心意已决，我会为你写一份推荐信的。我在商阁那边有不少老熟人，只是去了那里，你就要从头开始了。要去。”年轻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我宁愿轰轰烈烈的死去，也不愿默默无闻的老去。真的是。中年男人长叹了一口气，有些没好气的摆了摆手：“你也不是没经历过大逃亡的人啊，看待问题怎么还是这么……”声音戛然而止，摆放在非洲甲板上的哨塔突然开始滴滴答答的鸣笛，这意味着检测到未知生物天道鬼。中年男人微微一愣，他在哨塔表面上放鬼皮地图的地方，看见了在海底8000米的位置，有一头体型巨大的鬼物趴在海底，像是在吮吸这座大陆。来活了！他瞬间从椅子上蹦起来，掏出自己的传音符联系到上级，在挑衅者大陆东部37号沿海区域，海底8000米深，疑似发现一头天道鬼。随后才望向年轻男人咧嘴笑了起来：“谁说后勤阁立不了功了？这不就一功吗？”一炷香后，陈凡已经出现了挑衅者大陆东部37号沿海区域，在安置在海边的哨塔上，确实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海底有一头巨大的天道鬼。樊玉那边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已经升空，即将抵达。后勤阁成员正在旁边快速部署着腐蚀雕塑，准备将海底天道鬼死后掉落的物品第一时间吸上来。狱主一旁的王麻子跑来，从怀里掏出2沓牛皮纸，这是从腹地地底残骸中找到的一些材料，你看看。这一沓是从周边一座城市地底废墟里找到的。陈凡接过牛皮纸，低头望去，拼死一搏，只要快速占领新大陆，获得大陆之心，便可晋升至3级大陆。一扫宵小，祖上保佑，冯奇亚保佑。且上面的字迹很潦草，他大概能想象得出来，在不久前的一天，冯奇亚大陆之主正独自一人坐在书房内，才草纸上潦草书写着，最后制定了这个计划，偷袭新大陆。原来如此，陈凡有些呢喃着，他终于知道冯奇亚大陆为何要偷袭新大陆，原来是为了凝聚大陆核心。这是从哪来的小道消息？大陆核心只有一种获取方式，就是击杀天道鬼方有机会掉落，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获取方式。你们冯奇亚大陆这不是有天道鬼吗？难道没有20级哨塔探测不到天道鬼？他眉头紧皱，不可能啊，一个老牌2级大陆怎么可能没有20级哨塔？那为何不杀死这个天道鬼？他又望向另外一沓牛皮纸上，是从附近城市废墟中找到的。冯奇亚保佑，希望我来年发财。冯奇亚保佑，希望我今年科举能中榜首。冯奇亚，全是冯奇亚保佑之类的话。看来冯奇亚应该是这座大陆曾经信仰的一个神明，他本以为是芬奇亚的谐音呢，毕竟芬奇亚令是这座大陆的特产。但紧接着他就发现不对了，面色越来越古怪。随着接收到的零散消息越来越多，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有些愕然甚至难以置信的结论：操，他们给这头天道鬼取名为冯奇亚。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冯奇亚大陆并不知道天道鬼在吸取大陆气运，反而将其当作神明。经常有大量的人在岸边朝海里扔纸船，他们将其称认为是向神明祈祷的一种方式。陈凡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所以冯奇亚大陆其实探测到这座天道鬼了，但不知道是不知晓其是鬼物，还是明明已经知道其是鬼物，却依旧将其奉为神明。肯定是这头天道鬼展示了什么奇迹，或者是曾经有意无意地帮助了冯奇亚大陆，从而给冯奇亚大陆产生了一个错误的错觉。说不定在大陆灭亡的最后一刻，人们还祈祷着冯奇亚能力挽狂澜。大部分历史已经消亡在了天道炮下，具体什么情况，后人无法知晓。但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个冯奇亚要死了。他望向远处海面上正在以极快速度疾驰而来的一道炽热光柱，内心突然隐隐后怕。也就是说，万一冯奇亚大陆对这头天道鬼动手，并运气不错地获取了大陆核心，那对樊玉来讲是致命打击。故事稍微更改一下脉络，站在这里的就不是他陈凡了。感谢冯奇亚保佑。他望向海面低声呢喃着。下一刻，从樊玉袭来的炽热光柱直直刺入深海，精准命中藏匿于深海的天道鬼。数息后，轰！滔天海浪掀起，整个沿海上空都爆发出炽热光芒。陈凡面色平静地站在岸边看着这一幕。天道炮真的是2级大陆极具标志性的产物，极具破坏魅力，除了价格贵，没有别的缺点。只是20级天道炮威力都如此恐怖了，当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等级桎梏被突破，30级天道炮威力又该如何？最主要的是大陆级战略武器天眼轨道炮，当它晋升至3级大陆，前往战争泥潭后，所面对的敌人都是这种敌人。天道炮乱轰，时不时来一发天眼轨道炮，那谁能顶得住？太弱了，还是太弱了。站在岸边的陈凡望向眼前这一幕，
呢喃着。陈凡深吸了一口气，面色渐渐凝重起来。晋升至3级大陆后，他肯定不会第一时间前往战争泥潭，他得将3级大陆晋升后的东西尽可能全都消耗完毕后，才会前往战争泥潭。肯定无法全部消耗，他都能猜到。大部分建筑想要突破2级继续升级，肯定是得在战争泥潭完成某个条件，才能继续升级。永夜防线这个计划需在2年内尽快落地。目前最大的缺口是没有足够多的猴头果，希望岛太小了，无法种植这么多猴头果。已经开始在新大陆上批量种植了，不过有加速生长这个基础黑暗科技，可圈定一块区域，在该区域内所有种植物的生长速度为100倍，猴头果这个缺口很快就能补上。少爷，一旁瘸猴快速大步走来，这是天道鬼所掉落的物品，共7件。陈凡望去，全是半透明，内部流淌着火焰的柿子，7个天运。除此之外，没有掉落其他异宝，大陆核心更没有。不是每头天道鬼死后都会掉落大陆核心的，天运也是天道鬼独有的掉落异宝。挺好，陈凡将这7个天运塞进怀里，再次返回梵域。3日后，崎岖岛，梵域高层全都聚在这里，为牺牲的众人举办葬礼。葬礼结束后，所有人默默地注视着矗立在岛屿沙滩上的那几个墓碑，这些都是为梵域献出了生命的人，他们用命证明了自己对梵域的忠诚，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在大部分人都散去后，陈凡才来到张太平的墓前，从怀里掏出1枚天运，望向墓坑里只有2腿的尸体迟疑在原地。梵域原本有1枚天运，这次又获得7枚，共有8枚。那先生和他说，倘若再给尸体吞服下天运，可有10成复活概率，只是连嘴都没了，该如何吞服？半晌后，他尝试着将手里的天运捏碎，金黄色的液体洒落在尸体上，并快速渗透进去。就这样，他站在原地等候了许久，没有任何反应。那先生，他低声呼唤着，我在。那先生有些无奈地摊开双手，我全程都没显形，你怎么知道我跟来了？什么热闹是你能错过的？那倒也是。那先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以前当天道太痛苦了，没有实体不说，还不可能离开自家大陆。如今这个天道当得有些过于舒服了，能四处溜达。现在这是什么情况？陈凡指了指墓坑里的尸体。那先生有些迟疑道，我曾经和你说过，如果能找到张太平的3成尸首和紫色异宝天运一起安葬在崎岖岛，可有10成概率复活。这个消息是我自己猜的，毕竟崎岖岛是有概率复活，天运又可在关键时刻让服用者运气大幅提高，所以应该是有联动的，但具体有没有效果，那就不太确定了。陈凡看了眼天道，没说什么，只是默默从怀里掏出问天铃，开口询问道：有一座特殊岛屿名为崎岖岛，埋葬在该岛屿的尸体可有一定概率死而复活，将尸体和天运一起埋葬，会使复活概率达到100%吗？不会，天运只对活人生效。陈凡站在原地望向墓坑里那边的金黄的双腿，沉默许久后才平静道：那先生，从此刻开始，你欠我1枚天运和100万枚鬼石，想办法给我补上。以后你猜测的消息前面要加上猜测2个字，不要那么笃定。随后才大步朝远处走去，并招手唤来等候在一旁的瘸猴，开口询问道：樊玉如今对战死成员家属是怎么安排的？樊玉负责赡养，根据战死成员职称来定档位。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轻声道：跟财阁那边的人讲一下，将张太平家属的待遇调整到最高1档。明白。瘸猴面色严肃的点头，记下这件事。临走前，陈凡最后转身看了眼张太平的墓，其实他清楚知道，作为一个合格的首领，不能对战死的手下有太多感情，那样会影响自己的决策和判断力。平日做作秀完全没问题，一旦走心就不好了。更何况此前他甚至都不知道樊玉有张太平这么一个人。但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当首领的缘故，当他看见一个个对他来讲几乎是完全陌生的陌生人，却因为他的理念，因为樊玉的理念甘愿赴死时，内心难免有些触动。他不知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最高的认可是什么，但他知道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最高的认可就是甘愿为你赴死，这是最高认可。认可也同样意味着责任，樊玉的责任在他肩上，永夜大陆的责任在他肩上，他的一举一动决定着无数人的性命，无数人的去向，他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那先生站在原地，收起了脸上那种玩世不恭的神情，有些面色复杂地望向陈凡的背影。他清楚陈凡肩膀上的责任，更清楚陈凡所面对的压力。陈凡不算是一个完美的领袖，也有自己的情感弱点，但或许正是这份弱点，才让这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追随陈凡。樊玉发展至今如此之久，几乎没出过内部叛徒，这对一个势力来讲，堪称是奇迹。新大陆大批猴子在10级农田上种植猴头果，魏魏这几天算是忙坏了。新大陆和挑衅者大陆来回跑，但灯笼大小的眼珠里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兴奋。这是寿阁第一次被如此重视。吼吼！魏魏趴在新大陆的一片农田前，将所有猴子聚集起来，低吼着下达着命令。可就在这时，魏魏身后突然传来声音，只见魏魏父母慢慢爬了过来。魏魏啊，你妈怀孕了，所以我想跟你申请一下，能不能把我调回樊玉？我想带你妈去休养生产。他俩虽然是魏魏父母，但魏魏才是寿阁阁主，这种调遣还是要请示下阁主的。魏魏转过头去，有些难以置信地望向自己的父母，低吼着。可正常来讲，吞天鳄的生育率是没这么高，但异兽培养屋这个建筑实在太好用了，而且你也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樊玉不是有政策吗？不仅仅鼓励人类生育，也鼓励异兽大量繁殖，尤其是我们这种繁殖率较低的异兽，还有奖励拿呢。这次应该还是妹妹，你要有2个妹妹了。
反正你现在也有能力，我多生一个孩子，应该也吃不穷你。吼！魏魏再次低吼了一声，有些哭丧着望向不远处在农田里正来回拨弄着的一头较小吞天鳄。那是他的妹妹，去年刚生的，今年刚满1岁，对什么都好奇。最主要的是，继承了吞天鳄的饭量，胃口极大，这导致他那点本就不多的卤煮几乎全被这家伙吃了，他都没几口了。樊玉虽然一直在发展，但寿格却原地踏步。比如他的月前世卤煮已经很久没长过了，这要再多一个妹妹，彻底养不起了。要不去找老大商量下，能不能给他长点月钱？行了，这头体型较大的吞天鳄满脸都是笑容的望向魏魏，那我就和你妈先回樊玉待产了，顺便跟老大喝酒，这小日子过的。啧，对了，你的事情就靠你自己想办法了。我们吞天鳄属于数量稀少的异兽，整个永夜大陆也没几头，你以后找伴侣也是个难事。我们已经老了，未来还是要交给你们年轻人啊。还有那个陨落天穹的事儿，你这边忙完后，对那边也多上点心。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但商阁的探索一直未停下来。樊玉如今是个大型组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不至于发生一件大事就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事为这件事服务，那样不但会浪费人力，还会增加调动成本。而这一日，在樊玉对周围海域地毯式搜索的过程中，又有了新发现。这次是在永夜大陆南部，商阁的非洲从新大陆起飞，绕过永夜大陆附近的鬼巢，在位于永夜大陆南部1829公里的位置，发现了一座新大陆。这艘在海面上显得孤苦伶仃的非洲甲板上，一个非洲州长正因激动而全身发颤地盯着手里的鬼皮地图，颤声道：“记录坐标，不是已知所有大陆坐标。肉眼望去，大陆望去没有连绵山脉包围，可能是一座无主大陆，但是肉眼能看见不少人类在活动。是不对，继续靠近。州长，再靠近可能就进入对方防空炮射程了。我是州长，你是州长，继续靠近。是。”伴随着非洲小心翼翼的靠近，这次他看清楚了，在距离最近的这片沿海区域上，他看见大批人正在城墙外解剖鬼物尸体，拾取鬼石，而那城墙高度大概是30米，城墙极长，能看见约有20-30公里左右，沿着海岸线所建造。至于会不会更长就不知道了。这时距离已经足够近了，站在甲板上的州长甚至看见了下方那些人群眼里中的茫然。这是一座异级大陆，他深吸了一口气，快速将消息汇报回去。这里是商阁87组州长钱多多，在位于永夜大陆正南部1829公里的方向，发现了一座异级大陆，山脉破碎，在沿海区域发现了一座6级防线，6级城墙的高度就是30米，随后才快速后退，没有贸然接触，他只负责探索，具体如何接触，那是樊玉核心层思考的事情。异级大陆，陈凡若有所思地思索着，这还是发现的第一座异级大陆，这片海域2级大陆有多少他不清楚，但上次有9个大陆来给他祝贺，异级大陆的数量肯定是比2级大陆多才对，他一直奇怪怎么这么久都没发现一座异级大陆，如今终于发现了，竟然会有异级大陆。那先生显得更诧异，你在诧异什么？陈凡有些古怪地望向那先生，有异级大陆不正常吗？有点。那先生耸了耸肩，正常来讲，异级大陆这种软柿子肯定早就被鬼族盯上了，比如新大陆，还能找到一个异级大陆倒是真不容易。陈凡眉头紧紧皱起，这么简单，鬼族只需要占领3座大陆就可晋升至3级种族了吗？简单吗？那先生嘴角微微抽了抽，鬼族可没天道炮，也没通天柱，鬼族想要彻底占领一座大陆，需要杀光这座大陆上的所有生物。这片海域目前应该还没有3级种族，否则就不会保持着这种短暂和平了。一旦出现一个3级种族，就不是如今的格局了，而且应该还有其他条件，不止这个条件。良久后，陈凡才眼睛微微眯起，那我这次动静闹得这么大，岂不是有很多鬼族都知道了？是的，那先生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不过鬼族的信息渠道很差。知道了，陈凡轻点了下头，这和他的计划不谋而合。他本来就打算这2年内尽可能的将距离他较近的鬼族清理掉。唯一问题是，目前他只是知道这片海域上有鬼族寄居在大陆上，并不知具体坐标。不过瘸猴向好猫大陆发消息说，我们要购买情报，购买附近海域所有好猫大陆已知的鬼族坐标。这个消息也发给所有和我们交好的大陆，让商阁派出一支代表樊玉的非洲小队，一艘搭载天道炮的非洲负责协同，尽可能和这座异级大陆的掌权势力进行沟通，探测明白这座大陆的情况。明白。在吩咐完这一切后，陈凡才朝无名山后方走去。虽然他不想开战，但这些2级鬼族不清理掉，永远是一个隐患。片刻后，陈凡叫来瘸猴，开口笑了起来。自从永夜大陆的鬼物被清除后，就很久没跟老兄弟们聚一聚了。你去联系下曾经和我们一起从江北雨季里走出来的老兄弟，大家都聚一聚，看看老兄弟们最近近况如何。是。无名山1号洞穴的城墙上，陈凡、周末、王奎等人如昔日在江北雨季一样，围着一个清水锅坐在城墙上。今日菜系打边炉，陈凡一边将一盘生鱼片倒入锅内，一边望向几人先聊着。酒过3巡之后，气氛也渐渐热络起来。陈凡先是望向一旁的周末，笑着道：“周末，近来情况如何？”非常好。周末嘿嘿笑了起来。狱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江北雨季迁营前，我们大家聚在火边说自己梦想是什么？我当时说自己的梦想是想当个大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我已经完成我的梦想了。战阁如今负责对内治安，在各个城池都开设了数个衙门，负责维持当地治安，覆盖率已经达到98%。还有，狱主，我现在已经是20级武者了，也叫做武皇，已经是樊玉修为最高的一人了。主要是永夜大陆仅只是2级大陆，限制了我的上限，否则我早就突破至21级武者了。不错嘛。陈
陈凡有些诧异的望向周末，都20级武者了，可以，都20级武者了，肯定能硬抗天道炮了吧？瘸猴悠悠道：“去你的！”周末瞬间脸颊涨红，修行者不是硬抗建筑的，别说20级武者了，30级武者也不可能硬抗天道炮，那你这修炼有什么用啊？你懂什么？周末显得有些着急，肯定是有用的，维持内部治安你能用天道炮，有人在城池内行凶，你能一发天道炮轰过去？肯定不行啊！逗你的，怎么急了？瘸猴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赔罪，我自罚1杯，干了。或许是酒意上头了，场面渐渐变得轻松起来。周末等人也卸下了平日内象征阁主的身份包袱，开始如昔日一样打闹起来。陈凡笑盈盈地望向众人，这些人都是最早跟着自己的，他自然希望看见自己曾经的老部下生活优渥。别说，他也感觉有些醉意袭来了。这酒劲儿挺大，大鱼。陈凡忍不住打了个9个后，才望向坐下几人中间，显得有些幼态的大鱼，神色有些复杂的开口道：“近来如何？还好。”大鱼偏着脑袋，眼里带着笑意，有些奶声奶气道：“守夜人的反灵是不可逆的。当时遇见狱主的时候，我只有17、18岁，过去这么多年了，也差不多了。狱主，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我没有感觉难过，反而觉得这样很好。”大鱼瘸猴终于按捺不住的开口道：“说不定哪一天就有可以治愈守夜人的办法。”如今的大鱼看起来只有7、8岁的样子，俨然一个女幼童。不，我是认真讲的。大鱼面色认真地望向几人。如果狱主你的寿命是无限的，是永远不死的，那狱主你现在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就算梵域被灭了又如何？反正在漫长的生命中，你肯定能打造出一个更强的势力。就算这次和冯奇亚大陆的战争战败了又如何？反正你不死，未来总会赢的。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是无限的，那他人生中所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失去了意义，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都没有任何意义。反正他有无数次重来的机会，这样的决策没有任何重量，这样的人生也没有任何重量可言。哪怕寿命足够漫长，也轻如鸿毛。以前随着不断返灵，我也在焦虑，但这几年我已经想明白了，正是因为我没几年可活了，我才更能感觉到我每一个决策的重量，我才能清晰地感受到我活着的意义。人活着的意义是由死亡来压秤的，没有死亡，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狱主祁崇迟疑了一下后开口道：“大鱼已经调岗到后勤阁了，担任后勤阁副阁主，是大鱼主动申请调离的。他现在的体态已经种不了地了，他在后勤阁负责去看望那些为梵域战死的家属，并定期送上抚恤金。因为大家都知道大鱼的事，所以安抚效果往往不错，很多家属都在他的安慰下度过那段最难熬的日子。我经历了很多次那种失去家人的日子，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大鱼继续低声道：“我能帮助其他人更快走出那段日子。”陈凡沉默了许久后，才独自干了一杯。他对这些老部下最近关注的确实少了点，他都不知道大鱼已经调到后勤阁了。2年后，永夜大陆将会晋升至3级大陆，到时候说不定就有可以拯救守夜人的办法了。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此生能有梵域做家人，已经是我大鱼的福气了。看起来极其幼态的大鱼站起身来，稚嫩的小手端起一杯酒，昂头一饮而尽，颇显豪气。然而下一刻便突然瘫软在地上，发出微鼾声，竟直接睡着了。陈凡无奈地笑了起来，将身上大衣脱了下来，披在大鱼身上，这才反应过来，这点酒对一个孩子来讲确实有点上劲儿。本来他还想问问大鱼那个爱人的事情，或许是瘸猴知道了他心底的想法，又或许是瘸猴也好奇，有些迟疑地开口道：“我记得大鱼有一个爱人叫公羊一月，是以前公羊一族的太上长老，一个老头子，也是个守夜人。”坐在一旁的少秋默默道：“大鱼和公羊一月因彼此都是守夜人的缘故，诞生爱意，但彼时大鱼已经启动数次，只有10几岁的年龄，公羊一月却70、80岁，还能启动数次。为了不让别人对大鱼有闲言碎语，于是，在永夜大陆决战结束后，公羊一月主动启动2次，将年龄降至和大鱼一个年龄。此后，2人便组成童男玉女搭档，一同加入后勤阁，平日主要负责安抚为梵域战死成员的家属。故事经过说书人齐真人传了出去，如今在民间，2人代表着极其纯粹且为了彼此宁愿放弃一切的爱情。话音落下，在场众人纷纷沉默，都有些复杂的望向躺在一旁城墙上盖着大衣睡得极香的大鱼，不知为何，隐隐有点羡慕呢。瘸猴有些低声道：“我还没找到那个可以奋不顾身放弃一切爱我的人呢。来，喝酒。”陈凡端起酒杯，和大家碰了一杯后，才中断了这个话题。陈凡端起酒杯，向众人敬酒。就在这时，城墙下传来一道低吼声，只见魏魏身后跟着一头体型极小的鳄鱼，一大一小鳄鱼正趴在城墙下望向他们低吼着，像是在说：“吃好吃的怎么不叫我魏魏？”陈凡一拍脑门：“瘸猴，我不是让你去叫魏魏了吗？”瘸猴先是微微一愣，随后急忙望向城墙下的魏魏，开口道：“那个魏魏，我给忙忘了，城门已经开了，你快上来，对不住了。”这是魏魏第一次和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显得有些忐忑又有些兴奋，尾巴控制不住的不断拍打着城墙，身旁还跟着一头东张西望的小鳄鱼。这是你妹妹，叫什么名字？瘸猴有些好奇的将一块生鱼片递给这头小鳄鱼嘴里，只见这头小鳄鱼快速吃完后，眼里闪过亮光，然后快速张开大嘴趴在地面上一动不动，尾巴轻快着不断敲击着地面，等待投喂。众人先是一愣，随后忍不住纷纷笑了起来。这幅场面和他们初见魏魏是一样的，当时就是这个样子。魏魏如今身为兽阁之主，也有些在意面子了，有些不好意思的拍了拍
拍自己妹妹的脑袋，随后才低吼着。众人望向陈凡，等待着陈凡翻译。还没取名字，希望我赐名。陈凡将魏魏的话翻译了一遍后，才陷入沉思，单手撑着下巴，久久不语。是个妹妹对吧？那名字需要女性化一点，就叫扣扣吧。原本还有些委屈的小鳄鱼，正有些不满地对着自己哥哥低吼着，在听见自己有名字了之后，又变得开心了起来，凑到陈凡身旁，用身子蹭着陈凡。少爷，好名字。瘸猴有些诧异地望向陈凡，他是真没想到少爷竟然真的能取出一个有点像样的名字。他本来以为少爷会起个口口之类的名字，魏魏少个魏魏吗？不对，口口的谐音是不是扣扣？完了，他还是太懂少爷了。不过还行，豆蔻年华的蔻倒也贴切。瘸猴默默端起一杯酒，抿了一口。魏魏的到来意味着这次的老兄弟都彻底聚齐了。魏魏很快也被气氛感染，巨大且粗糙的恶爪端起一个酒缸就朝嘴里灌去，很快一饮而尽，才挑衅一般的将空空如也的酒缸示意给一众人看。嘿，周末有些被气笑了，怒极反笑的起身踩在酒缸上撸起袖子，来，今天你我拼一拼。别了，瘸猴急忙拉住周末，哪有人和异兽拼酒量的？魏魏也低吼了几声。陈凡坐在摇椅上笑着翻译道：魏魏说他绝对不作弊，所有酒都是进度的，没储存起来，不服就拼一拼。气氛变得极其活络，或许是醉意上头，他觉得有些醉了，只是靠在摇椅上，笑着望向眼前这一幕。从崎岖岛葬礼回来之后，他最大的感悟就是尽量在身边人还活着的时候多在意身边人。人不是老了才会死，说不定什么时候明天就死了。大鱼说的也没错，正是有死亡的存在，人生的每个决定才有了它该有的重量。当人生可以无限重来时，所有岔路口的选择都没有了任何意义。但显然魏魏的酒量彻底碾压周末，没一会儿周末就倒了下去。王奎也一扫往日沉稳，撸起袖子接替了周末的位置，抱起一个酒缸。你是异兽，我们是人，车轮战很合理，来继续。至于扣扣，一边眼睛里闪着亮光给自己哥哥时不时低吼加油助威，一边快速吃着赵生平递来的卤煮，那叫一个不亦乐乎。倒下的人越来越多，只有瘸猴一个人还在硬挺着，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不能给少爷丢人。一个区区吞天鳄也敢如此放肆，魏魏确实守信，没耍赖，所有酒水都灌入了自己胃里，此时显得也有些迷迷糊糊的，身躯摇摇欲坠。扣扣也吃饱了，躺在地面上，四肢仰头，顶着圆鼓鼓的大肚皮，满脸都是享受。只有不到半米长的扣扣显得像个袖珍手办一样，至少和魏魏比起来是这样的。陈凡躺在摇椅上，嘴角带着笑意望向眼前这一幕，他也觉得有些微醺了。直至魏魏和瘸猴两人最后干了一缸后全倒了，魏魏和瘸猴都迷迷糊糊的倒在地上睡了过去。他已经不记得上次带着兄弟们一起聚在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了。伴随着樊玉发展越来越大，平日都在各个地方忙，能将人凑在一起，还有闲心吃个饭喝个酒，着实不容易。他起身准备朝屋内走去，但起身的一瞬间，凉风袭来，瞬间浑身清爽的同时变得更加晕了，用力晃了晃脑袋，拄着翡翠手杖朝墙下走去。这风怎么感觉有度数一样呢？又从怀里掏出传音符，来人，将他们都带回屋内睡去。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第二日酒醒之后，王奎等人又再次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开始忙碌着。这些日子，阵阁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加速阵盘，并且尽可能的适配到樊玉所有非洲上。在加速阵盘和载具攻防天道赐福的双重加速增幅之下，樊玉的非洲已经是这片海域里非洲速度最快的一个势力了。次日，数十艘顶着樊玉旗帜的非洲便已经抵达位于永业大陆南部的这座发现的一级大陆。真是怀念啊！站在非洲甲板上的商阁副阁主有些怀念的望向下方矗立在海岸线上的那道6级防线，从怀里掏出一枚异宝，高声道：“这里是2级大陆永业大陆的非洲探索队，来个能当家的，出来一叙。”正值白天，有不少人类正在城墙外解剖鬼物尸体，拾取鬼石并捡取异宝。不少人都听到这道声音，时不时抬头望向他们，只是手上的工作并未停歇。天塌下来了，也得先将鬼石捡完，这都是炮塔所需的必需品，今晚要用的。很快，只见防线后方一艘非洲升空，并有些警惕地缓缓靠近他们。甲板上站着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身后还围着一众手持利器的部下。在靠至足够近的距离后，这个中年男人才望向樊玉一众人，沙哑道：“王丈八，绝望大陆西部镇鬼6号防线负责人，敢问2级大陆为何意？”负责本次外交行动的商阁副阁主微微一愣，随后才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座大陆都不知何为1级大陆，何为2级大陆，和他们昔日的永业大陆很像。随后才同样介绍道：“在下张大毛，樊玉商阁副阁主。前日我们樊玉的对外探索非洲，发现贵大陆，特意派我前来和贵大陆交涉，或许可以有些合作的机会。大陆是有等级之分的，像你们这种大陆就属于1级大陆，再往上一个等级便是2级大陆。”这个中年男人沉默了许久后，才开口道：“这件事我做不了主，我已经向上汇报了。”张大毛点了点头，没有多少说什么，只是开始耐心等待。没过多久，一艘非洲从防线后的远处快速逼近，直至靠近他们。这艘非洲甲板上紧紧站着一个老者，在下问天楼楼主。问天，请问阁下怎么称呼？樊玉商阁副阁主张大毛。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张大毛说明了这次过来的目的，主要是为1级大陆带来一些樊玉的城防建筑样品。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低头沉默在原地，没有讲话，只是呼吸不经意的渐渐急促了起来。对方随意吐露出来的一个个商品，都令他忍不住的呼吸急促。能减少弹药40%消耗的噬魂雕塑，自动拾取、自动修复、
非洲加速。传送阵、远程火力支援打击，这一个个东西真的是他们能买得起的吗？一座噬魂雕塑价格多少？不贵的。张大毛笑着道：“一座10级噬魂雕塑的范围是100米，售价只需10万枚鬼石。贵是不贵，只是我们的鬼石也不多，不急。你这几天内将你们大陆内部产出的物品，比如一些鬼值啊、异宝啊、建筑蓝图都拿个样品给我们评估一下，哪怕是那种特别常见的东西，随手可见的也列在清单上。每座大陆都不一样，说不定在你们这里特别常见的商品，在其他大陆很稀少呢。我们会评估出一个合理的价格，而且我们还可以接受赊账。赊账！这个绝望大陆的问天楼楼主这次彻底难掩内心震撼，有些茫然的抬头望向张大毛，他甚至感觉对方是不是有什么天大阴谋？你做生意还能赊账的？自然。张大毛笑呵呵道：“当你们晋升2级大陆后，会有3年保护期，这3年保护期内会诞生大量鬼矿，到时候用这些鬼矿还债就好。7日后我会再来一趟，这7日内你将你们大陆的东西都列好清单，当时候我会带着我们梵域天苍阁阁主来查看，并给每个商品定价。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梵域参谋阁内，陈凡坐在主位上，万岁坐在右侧汇报着近日的讨论。狱主，根据其他大陆那里给我们发来了关于鬼族所占领大陆的情报，其中3个鬼族疑似是只差占领一座大陆就能晋升至3级种族的，我们需将这3个种族率先掐灭在牢笼里。这3个种族分别名为是天族、暗星族、独眼族。鬼族所占领的大陆没有山脉和城墙，在对方大陆领土上部署天道炮的计划依旧可行，甚至要更方便。但毕竟鬼巢数量极多，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刚清空一片区域，就会被如潮水般的鬼巢补上。如果清空一片区域，快速部署城墙和天道炮，是一个需要商榷的点。陈凡靠在椅子上，望向手里的情报，指关节无意识地轻扣着桌面，没有讲话。接下来梵域的最大任务就是先清除掉这3个隐患种族，他不想看见这片区域里突然冒出一个3级种族，这是隐患，既是隐患，就需被消除。良久后，陈凡才轻声缓缓道：“如果从外界攻不进去，或许可以从内部试试。”万岁闻言，额头上滴下一滴汗珠，快速思考着狱主的意思。只是他感觉自己脑子里浆糊越来越多，根本想不出个1、2、3来，完全琢磨不透狱主是什么意思。片刻后，陈凡才轻声道：“强攻不可取，我们是跨大陆作战，一旦陷入陆地攻防战，对我们的后勤和人口压力都是极大的。一旦我们陷入战争漩涡，会拖垮我们的发展。我们是要去清除隐患，不是要让带着敌人同归于尽。比如让鬼皇95假意投降，比如先向那个独眼族投降。他们既然没有对外征战，肯定就是招兵买马、养精蓄锐。这个时候，他们或许不会拒绝一批鬼巢加入自己的种族。鬼皇95加入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要一块地盘，一块沿海区域的地盘。然后我们和鬼皇95里应外合，以极快的速度在这块底盘部署好城墙和天道炮，便可一网打尽，轻松取胜。假投降吗？万岁瞬间便明白了这个计划。只要那几个鬼族愿意接受鬼皇95的投降，那计划的落地率几乎是100%。没人想象到一批鬼巢会效忠他们梵域，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计划定下，陈凡才起身大步朝外走去。他得去一趟护翼大陆。3日后，他抵达了护翼大陆。当他踏上护翼大陆的那一刻，一头鬼皇快速前来，蹲在陈凡身前。陈凡如往日一样踩在这头鬼皇的肩膀上，平视着面前这个足足数十米高的鬼皇95，笑了笑，才轻声道：“无聊来看看，进来可好？”鬼皇95和踩着鬼皇肩膀的陈凡，一人一鬼，就这样在沿海沙滩上漫步着。鬼皇95有些紧张的迟疑道：“还行。”他不清楚陈狱主的来意，他不敢说自己过得很好。梵域那边苦哈哈的，他在这边快乐的退休了。狱主听见心里能舒服吗？仅仅只是还行吗？不，非常好。鬼皇95急忙改口道，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我不敢说，其实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幸福。我从未想过活着可以如此轻松，如果这样的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好了。对了，狱主，那个虚幻玄武前些日子消失了，你看有空了，能不能再轰一发？少了虚幻玄武，总感觉每天少了项娱乐活动。陈凡偏头看了眼鬼皇95，好，回去后我会安排。随后才轻声道：“正常来讲，你是鬼，我是人，我们理应势不两立。但昔日在永夜大陆的时候，你在黄泉口区域和我和平共处了1年，在决战来临前夕，又拼死困住了一批鬼巢的指挥官，同归于尽。此后觉醒黑暗圣体，侥幸复活，又与我相见。此后便一直待在这座大陆。这或许算是缘，但你如今这样的好日子不会一直持续的。你有想过，当梵域万一战败了，失去梵域庇护的你们该如何自处吗？你们已经很久没征战了吧？你的部下还有征战之心吗？过了这么久好日子，他们还有拼死一搏的勇气吗？”鬼皇95没想过这次议题如此严肃，半晌后才沙哑道：“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坚定认为梵域不会战败。倘若梵域都战败了，那哪怕我们有征战之心，鬼巢多出10倍，也是必死无疑。万事没有绝对。”陈凡摇了摇头，平静道：“目前这片海域里，我不想看见有3级大陆的晋升，或者是3级种族的晋升。但是目前这片海域里有3个种族即将晋升至3级种族，这3个种族对于梵域来讲是个巨大的隐患。一旦他们比梵域提前晋升至3级种族，他们便会对新大陆动手，切断梵域的后勤供应，梵域无法对外探索和贸易，并在梵域保护期结束后对梵域动手，甚至在这2年大肆占领其他大陆，从而变成抵御
蕴深厚的3级种族，甚至有可能是4级种族，这对樊玉来讲是个巨大的威胁。樊玉必须要清除掉这3个隐患。目前，樊玉参谋阁阁主万岁那边出了个方案，鬼皇95率鬼巢假意投降，要一块我们指定的沿海区域地盘，然后樊玉暗中登陆，部署城墙和天道炮，从而在短时间内快速清除掉这3个隐患。你怎么看？鬼皇95突然停下脚步，低头沉默了许久后，才面色复杂的抬头望向陈凡。陈狱主，你提的任何要求我都不会拒绝你，但我真的不想被卷入任何一场纷争了。我真的只想安安静静的养老。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而且我们没有黑渊，我的部下死亡后无法再次复活了。你现在的生活是樊玉提供给你的。唇亡齿寒，倘若樊玉亡了，你还能有现在的生活吗？陈凡平静的轻声道：“我可以答应你的事，樊玉会给予你最大支持。倘若你有部下在本次作战计划中战亡，樊玉的黑渊你可使用，用于复活你的部下。和平是需要用战争来守护的。你帮樊玉这一次，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只要樊玉不亡，樊玉护你一辈子，让你的养老一族可以一直在樊玉的庇护下养老。”鬼皇95站在原地沉默许久后，才挤出一个有些苦涩的笑容：“好，我答应了。狱主，其实我一直很感激你，我并不是不想回报你，只是我内心深处真的很抗拒被卷入纷争。我明白。”陈凡点了点头，突然笑了起来：“听说你有孩子了，这次回来后，你就可以抱着孩子享天伦之乐了，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嘿嘿，鬼皇95挠头笑了起来：“他们鬼族拥有一个孩子可不容易，只是这个消息他也是今早才知道的。狱主消息这么灵通吗？”思绪片刻，鬼皇95去准备了，准备集合自己的手下，全体出门。5日后，坐在大陆核心处一座宫殿王座上的独眼鬼物，瞳孔中闪过一丝疑惑。樊玉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过这个势力。冯奇亚大陆一战确实打得漂亮，此次战役也足以证明樊玉的狠辣和实力。看来这片海域里出了一个小刺头啊！不过他们独眼族只差再占领一座大陆，便可晋升成3级种族。只要晋升成3级种族，一旦晋升，樊玉这种2级大陆对他们根本造成不了威胁。只要沉淀一段时间，一统这片海域完全不成问题。就在这时，一个小鬼快速跑入宫殿内，单膝跪下，声音略微急促地汇报道：“王，有一个名为95的鬼皇，率大批鬼巢抵达独眼大陆边缘，说要和王商议要事。”独眼鬼王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没听过这个鬼皇名字，走去看看。